大家好，欢迎观看信息局外人。你知道吗？世界上最赚钱的银行之一汇丰门口摆着两只铜狮子镇煞，苹果、亚马逊、谷歌的总部设计都藏着长风聚气的玄机。而你刷到的家庭招财植物，也许正在复制1000年前帝王的风水术。这是迷信还是另一种科学？今天我们从皇权斗法、资本布局、AI 时代的风水升级，讲透这个人人都听过却鲜有人真正理解的中国智慧——风水。风水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环境哲学，它的核心不是摆水晶、挂八卦，而是藏风聚气、因地制宜，使天时地利人和达到平衡。它起源于上古择居术，《黄帝内经》中说：“地善苗茂，宅吉人心。”简单理解，风水是古人用来选地造房、安葬祖先、修建城市的一套环境设计方法。它观察山形水势，讲究朝向气流，甚至和中医理论融合。比如，东方属木，对应肝胆，适合疏防养眼；南方属火，对应心肝，过热会引发心神不宁。所以，真正的风水不只是求财，更是护命。风水从来不是草根的专属，它在中国历史上曾是帝王权力的隐性武器。比如秦始皇凿断金陵龙脉，明太祖朱元璋选南京，北斗七星藏式压制敌国气运，紫禁城背靠景山，南向天坛，体现山环水抱，藏风聚气。而景山本身作为镇煞之山，保护皇气不散；天坛以圆丘聚集天命，布局高度统一。这种风水不仅是形制，更是政治合法性的空间呈现。而到了现代，它变成了商业精英的无形战场。香港3大地标的风水之争，汇丰银行起风水大师设计龙蟹甲的格局，铜狮镇煞，屋顶反射中银大厦。中银大厦用30钢刀外形直插鬼岗，号称破财煞。李嘉诚的长江实业则以铜钱外圆内方、梯田退台来柔化煞气。这些布局既是风水斗法，也是现代城市心理学与资本形象的管理结合。你以为风水只是东方人的心理安慰剂吗？那你可低估了它在国外的传播速度。美国加州伯克利大学1973年开设风水课程，日本110所高校设置风水相关学科，加拿大甚至立法要求开发商披露风水评估。法国、澳大利亚法院曾受理因风水破坏引发的房产诉讼。风水师们不再强调五行相克，而是谈动线、采光、心理安全感。苹果总部的环形建筑，亚马逊的球体办公室， Google 的聚财树列阵设计，你以为只是设计感，其实都在讲气流、明堂、藏风聚气。甚至2023年国际空间站调整睡眠舱布局 ，NASA 虽未明言，却承认睡眠质量提升了17%。风水正在以环境行为科学的名义，在全球悄悄生根。风水并非高高在上，它其实渗透在我们日常生活的每一个角落。皇权体系，紫禁城的南北中轴，南京总统府的藏风聚气，不仅构筑了权威，更制造了一种天命所归的氛围。景山作为靠山，构建权力稳定；天坛的圆丘聚气是天命的象征。这些布局赋予皇权合法性的空间逻辑。企业建筑，风水作为心理锚点，稳定团队，增强信心。香港长江中心设计以柔克刚，改善员工情绪。国内写字楼常选址望山望水之地，以提升业务气场。中产家庭装修讲究阳台迎光，西北不设火，东南摆绿植。阳台通风则气畅利健康。厨房属火，避免位于西北前卫，防火克金。东南为巽宫，养绿植有助于家庭和气，缓解焦躁。包括内容创作者以招财绿植、风水布局、八宅改运为话题，结合自媒体传播，已成为内容赛道的热门门类之一。数据显示，中国约有1.2万名职业风水师，年产值超过600亿人民币。而小红书、抖音、B 站3大平台上，家居风水相关视频浏览量超过34亿次。你可能不信风水，但已经在用风水的方式构建生活。这里说几个家庭改运小技巧：招财绿植推荐，富贵竹、黄金葛、招财树摆放在家里的东南角，象征生机与活力。玄关镜子布局，避免镜子正对大门，防止气反射出门，可挂于侧面，增加光能导入。床头不靠窗，保持靠山意象，有助于稳定情绪与睡眠。床头至南北向为佳。办公室3不原则：不背门、不对窗、不靠空，背后要有靠，利于专注与安全感。最魔幻的是，风水也进入了 AI 时代。新加坡 Geomancy AI 摄像头通过捕捉气流动线，分析冲煞位置。美国推出风水 Pro 480插件，支持建筑师提前检测风水问题。中国香港开发出 LiDAR 卫星寻龙系统，结合地形与磁场算法定位龙脉。更重要的是，现代风水越来越去玄学化，以数据为依据，风压、光照、心理色彩学代替命理，以空间设计引导情绪。电梯前不设镜子，走廊不直冲，色调分区，所有这些背后其实都是现代风水。
当然，风水也不是灵丹妙药。台湾旺旺集团调整厂房布局，仍遭亏损6亿。香港洋鬼挡煞风水骗局导致富商精神崩溃。东京大学跟踪300家商铺，发现财位布置与营收无显著相关性，它更像是一种环境心理学与文化投射的组合体，是调节情绪与自我预期的一种方式。风水从帝王术到现代设计 AI 辅助内容变现，它既是中国古老的智慧，也正变成一个全球心理共识工具。我们终其一生都在寻找那个让自己舒服的空间，而这正是风水真正的内核。正如 MIT 城市实验室主任所说，现代风水其实是空间数据科学的祖先。好了，这期内容就到这里。如果你也喜欢我的内容，请关注、点赞、转发、收藏，咱们下期再见。